们真的是法庭上见了，需要笑成这个样子吗？笑的不可以啊。唉，伤成这个样子，还来上庭，真是尽责。你刚才是拖着走进来的，你呢？爬着进来的吗？哇，那么大的火药味，谁惹你生气啊？ Court, all rise. Your Honor， 被告潘建华先生于2019年3月1日下午5点15分走进了新高超市。被告明目张胆地拿了2罐奶粉，以为没有人看见。被告提着2罐奶粉，光明正大地走出超市。超市经理及时抓着被告，当场人赃并获。被告犯下的是 Penal Code Section 380的偷窃罪，而在这之前，被告曾经当过大耳窿的跑腿，非法放贷及代收赃款，被判入狱4个月。出狱1个星期后，被告再次犯案，显然不知悔改。为了让他得到教训，控方建议判被告5个月的刑期。张律师，你有什么话说？ Your Honor， 我建议法庭判我的当事人5年，而不是5个月。张律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Your Honor， 光明正大、明目张胆这2个强烈而又毫无逻辑的字眼，是刚才谢检察官用来形容我的当事人的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一个人在偷东西的时候， 怎么可能是光明正大跟明目张胆的？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我的当事人是一心想要被抓的。如果他偷的是香烟，是手机，你们判他进去坐牢，我无话可说。但他偷的是奶粉，是奶粉。我的当事人家里面有3个孩子。 2个还没断奶，他的太太怀有7个月的身孕，还有瘫痪的岳母。因为他之前坐过牢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他家庭的生计。他绝望，他迷茫，所以他宁愿选择被抓，也不愿意去面对让他毫无招架之力的现实生活。Your Honor， 难道找不到工作，生活成了问题，就可以当作是犯罪的借口吗？ 当然不可以。我现在不是在为我当事人的偷窃行为找借口，我的当事人已经认罪了。我只是觉得，与其判他坐牢，不如判他做工。张律师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 social service。Your Honor， 我的当事人几次铤而走险，以身试法。 都是为了他的家人。虽然他对生活感到绝望，对人生感到迷茫，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照顾他的家人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，我的当事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。Your Honor， 我的当事人，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份稳定的收入，多一点的包容，还有我们能给予他的希望。 哎，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遇到一个那么有同理心的法官的。那你接下来知道应该怎么做了？我会去找那个什么叫 Score 的帮忙。有什么问题打给我。张律师，哎，肉麻的话我不想听啊。等你孩子出事了，记得通知我。我买几罐奶粉送给你啊。
我一定会的。谢谢你了，张律师。小心慢走啊！你是来向我示威的吗？为什么你总是误会我的好意呢？我不需要你的好意，请让开。你的脚这样，怎么下楼梯啊 ？Disabled friendly, disabled unfriendly， 谁对你好？难道你真的分不出来吗？有台阶你不下，跟着我干嘛？我想跟你聊天啊。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好聊的。好聊，很好聊啊。我们上一次就很好聊啊，你忘了？我送你咖啡那次。我还欠你一杯咖啡。生活是你自己的，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，你管别人说什么？其实你今天在庭上的表现不错，谢谢。不过，就算你帮被告争取到缓刑，他的人生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为什么你的人生观这么黑暗的？连法官都会给他一个希望，给他重来的机会。给机会、给希望，也是要因人而异的。如果他在缓刑期间再次犯错，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，那只会是妇人之仁。那你就为什么会认为他在缓刑期间内会再次犯错呢？身为一名检察官，我有责任去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，让每一个犯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，正义才得以伸张。看来你跟我最大的分别，不是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而是我相信人是会变好的，而你不相信。错，我不是不相信人会变好，我只是相信犯了错的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和惩罚，才会变好。好，我们去哪里吃午餐？志不同道不合，不相为谋。你怎么突然间过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担心我？伤害你的那个人啊，虽然我们已经报了警，不过到现在还是抓不到人。你认为他还敢出手？凡事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再说我现在请了假，有的是时间，我可以当你的司机啊。那不是太委屈你了吗？待会儿你还得出庭的，想到要吃什么了吗？印度餐。妍，妈咪 please， 让我玩一下。No。Daddy 买这样久，我很 bored 的嘞。很 bored 哈？那念 timetable 给我听。妈咪，我去找 Daddy。叫他快点啊！给我一个干炒牛肉河粉，这里吃了，谢谢啊。哎，怎么了，烟？我肚子很饿哎。快的，快的，现在就到爹了，你先回去啊，很快。原来是你，麻烦你这里每样一份，全部给我带走。喂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怎么样？难道我要打包什么，还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哼，你嫌久的话，不要吃哦。
啊，你们怎么在吃鸡饭了？谁叫你让我们等那么久？喂，你们坐着等，我可是站着等哎。儿子饿了有什么办法？本来不用排队等那么久的，都是那个家伙故意整我，每一样点一份。那你还等？你可以买别的吃啊。那来到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这个牛肉河粉啊，不吃就白不吃了。看来啊，你只有对吃很有要求哎。都已经排队等了那么久，难道放弃吗？而且，你也是想吃这个，所以才来这里的啊。是你自己想吃，别怪到我头上来。伊恩啊，你还要不要吃牛肉河粉？我吃饱了。那好吧，我自己吃好了。你这几天没工作，怎么没去陪你儿子？哼，我的儿子啊，他比我还要忙。现在不是学校假期吗？是啊，不过我总觉得现在的假期都不像假期。小朋友们他们的功课很多，再说 Ray 他得上补习课。Daddy， Ray， 你今天不是有补习的吗？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既然那么巧遇到了，不如你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那 Ray，Daddy 呢有公事要谈，你跟妈咪过去那边坐，待会 Daddy 过来替你点菜，好不好？乖。晚安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？是谁对不起谁了？是你对不起我，还是我对不起你的儿子？都不是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了。我先走了，去陪你儿子吧。哎，乖。明知道 Ray 不吃辣，为什么带他来吃印度菜？印度餐又不辣的。Ray，Daddy 替你点菜。哎，你不是应该跟吴法官在吃午餐的吗？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和他在拍拖啊？还是我猜错了？关你什么事？想摆脱我啊？别说以你现在这样的速度，就算你的脚没事，也摆脱不了我。如果你真的是他的朋友，那你就更应该坐下来，了解他的为人。他就是个成天霸住我的老公，破坏我的家庭的小三。怪
怪不得那天那个女的说你是。我知道你不是。喂，不要动我！你和吴法官正式公开你们的关系了。我不想跟你讨论我的个人隐私，请你离我远一点。我其实是想告诉你，佩服你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追求自己的幸福的。加油哦！我精神上支持你哦。你如果再跟着我的话，我真的会告你非法跟踪。那，现在我在你面前啊，我警告你不要再跟着我。如果你再跟着我，我会以非法骚扰法令告回你啊！不要跟啊！我真的会告你的。你看看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不错啊。你都没有认真在看。家里不是有2双跟这个颜色一样的吗？家里的设计跟颜色都不一样。那你问你儿子了，看一不一样？我不知道 ，Jonas Me。唉，家里的鞋柜都快装不下了，况且你还有几双都从来没有穿过。我什么时候穿什么鞋子，你有注意在看吗？吝啬到半死。刚才还说什么一石二鸟，讨回2笔债，现在呢，就对我一毛不拔。有钱也不能这样花啊，况且我又不是收回几千万。哎，你看，很贵吗？伊恩，我跟你说过什么？这是 Daddy 的 handphone， 我只是玩一下而已。就让他玩吧，反正你在试鞋试那么久，他又没有东西做，难道你要他帮你穿鞋子？你想他玩到眼睛坏掉啊？那你耳朵也不是坏掉，叫你快点又不听。我刚才等你排长龙买食物就可以，你等我买点东西也不行哦。OK，赶快买吧。不买啦，穷人买什么鞋子？Daddy， 我们要去哪里？你不知道啊，你要问就问那个要买东西的人吧。妈咪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又不是我说要出来的。Daddy， 我要吃 ice cream， 可以吗？那伊恩，你每次想要吃 ice cream，Daddy 都 OK 的。你要问呢，就问那个常常不让你吃的那个人，知道吗？啊？想吃就吃吧，免得有人说我霸道。哦耶！那伊恩，Daddy 给你钱。100块，买彩票你买到100块啊？我买的是一个希望。希望那没有中的话叫什么？哎，呸！不要乱说。这一组号码我经常梦到啊，我有预感了，这次一定会开的。70块买我的鞋子你不舍得，100块你买个希望你就很舍得哦。我什么时候不让你买？刚刚是你自己不要买。郑伟龙，刚才在鞋店的时候，你的语气、你的表情，有想让我买吗？你摸摸你的良心，摸摸你的良心啊！买到你开心为止，买到钱都花光为止 ，OK？伊恩，伊恩，伊恩啊！伊恩，
伊恩，老婆，伊恩不见了，我先出去找找看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喂，你干嘛到处来跑？万一被坏人捉掉怎么办？ Daddy，你看，Uncle 用手机 apps 开冷气耶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以后家里冷气机坏了，就买一台装在你房间里，好不好？ Really？ 走吧。 Daddy，妈咪肯定还很久，不如我们去走走。去哪里走走啊？我要去跳舞。跳舞？谢谢。哦，梅老师，是你啊？一个人 shopping 啊？嗯。哎呀， Daddy， 我要 pencil case。这个 pencil case 分数不够哎。啊，拿这个 pencil 吧，这个 pencil 肯定够。啊，我要这个。你要这个干嘛？这个是女孩子戴的。我有很多 pencil 了，买这个以后，妈咪生气可以送给她呀。对啊。还是你聪明，这个现在正好派得上用场。走吧。梅老师，你不要走这么快，我帮你找你老公和孩子好吗？不需要了，多一个人多一双眼吗？真的不需要，谢谢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都是你啊！你们跑去哪里？还没有做完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聋啦？功课还没有做完，还敢出去玩？手里拿什么？拿出来！叫你做功课，你就心不在焉的。好了，不要再骂他了。我在管儿子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他也是我儿子啊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你骂他骂得那么凶，他怎么听得进去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来教啊！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儿子的功课啊？我知道你是在借题发挥，你是在生我的气。你气我的话，就冲着我来，不要把气全都发泄在儿子的身上。我什么时候把气发泄在儿子身上啊？我在教他做功课，我有错吗？现在是学校假期，你就让他好好的享受吧。你逼他做一大堆补习功课干嘛？对，好人就你做，我就做坏人。不想做功课是吗？那就不要做。
老板，还有没有事情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先走喽。你先走吧。OK， 拜拜。哎 ，Hello。兄弟，今天借一个地方来避个难。我今晚不喝酒。不喝酒？那欧记叉烧饭总可以了吧？哇，今晚这么丰富，干嘛突然那么阔气哈？阔气？不敢当。我家母老虎啊，只要钱不是花在他身上呢，他就认定我在外面是养女人。那你跟他说你不是养女人，你是养男人就可以了。是啊，早知道我就娶你好过娶她。谁让你先上车后补票的？没办法，谁知道我败在一个字，色，是瞎。也就好啦，单身。通常形容单身的男人，后面还要加一个字的，狗。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狗，总好过当老婆的哈巴狗。这次有什么事情啊？来，具体还不是那几样事情。哇，你们竟然喝酒没叫我？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几样事情要请教你。我今天不喝了，我开车。酒我帮你喝，你回答他的问题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放马过来。好，伟大的女律师，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女人结婚以后会变得那么不一样？那你看，结婚前她们都是小鸟依人、樱桃小嘴，结婚后就变得大鹏展翅、血盆大口。为什么 ？Why？ 男人呢？婚前温柔体贴，婚后变得耳聋眼瞎，把老婆当成是透明的。婚前买花是浪漫，婚后是浪费钱。你们也很不同吧？哎，买花的钱拿来买冰淇淋给孩子吃，不是更好吗？婚前你一看到诗曼，一见面就亲嘴；婚后呢，一碰面就吵嘴。所以不能怪女人婚变。不愧是爱情专家，他说的好像是真的。你们两个的确是这样。Of course。喂，每次吵嘴都是他先引发的，好像不是我的问题。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跟你说，跟女人说道理是没有用的。你过去抱她，然后跟她 say I'm sorry 就没事啦。我不会咯，他会马上转过来质问我，问我为什么突然抱住她，为什么忽然间 say sorry？ 你是不是在外面做什么亏心事啊？因为你有前科，你记录不良，所以呢，你更应该给他多一点安全感。很难咯，我告诉你，女人是疑心病全世界最重的动物。喂，你这句话有语病，不能一竹竿打翻全船人。不是每个女人都这样的，有些男人疑心病也很重的啊。好，那就算了吧，反正大家在一起都不开心，那就离婚吧。哎，那不如你告诉我，离婚手续怎么办好了 ？Sorry， 我是不给免费资讯的。你想知道，跟我的秘书make appointment吧。喂，夫妻劝和不劝离，这是为人之道。那我冰箱的食物过期了，你为什么要帮我丢掉？你这不是自相矛盾？谢谢你每次都送我和伟龙回家。每次我们回到家，冲完凉，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候，你都还没有回到家。感激的话，就接多一点有酬劳的案子，买辆车，到时换你载我。神经病！有钱我都买房子啊，就不用跟人家住。拜拜。拜拜。这些是你东西啊？你是不是没有交房租，还是得罪了房东啊？出来！我知道你在里面的。嘘，你出来！不要吵到邻居啦，明天再来找他算账。我知道。今天早上我在冲凉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装了一个针孔摄像机。哇，你怎么站在这里？吓我一跳。何先生，你上厕所上那么久，我知道会被法官骂的。
你为什么敲门敲这么大力？这是什么？你怎么解释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后来我拿去质问他，他说不是他做的。后来我看了这个摄像机录的东西，只是录到我在冲凉，并没有录到刚搬进来那个女房客。那你有没有报警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对一个色狼仁慈，就等于在间接危害其他人，而且现在里面还住着一个女房客，哎。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我想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以为我住在这里，他就不敢乱来了。反正现在这个针孔摄像机在我手里，如果他再犯，我才去报警。你的东西他都已经丢出来了，根本就是要把你赶走。这表示他不安好心，做贼心虚。你明天最好来跟女房客说，叫她搬走，还有同时报警，知道吗？我明天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押金还在他手里啊！我要跟他讲清楚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住酒店了？难道住你家？真的不怕我吓走你的房客？对哦，你们应该见过面的吧？哼，何止见过？见过就更好。来，上去吧。可以吗？哎，晚安还没睡，你该打个招呼吧。晚安。我的好朋友天亮会暂时在这里住几天。哎，很难说。如果我住得舒服的话，可能会住更久。少废话了你。哎 ，by the way， 你的 muzzle so cute， 卡哇伊呢。出去了。晚安。走啦。原来你说要吓跑我的房客，不是在开玩笑的。现在怕了，看你还敢不敢收留我。你最好给我乖乖待在这里，不要再刺激我房客了哈。晚安。我在跟你说晚安 ，say good night。我又不是耳聋，你们大声干嘛？不要故意啊！是谁？是我。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你不要太在意，天亮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是认识的。其实我不反对你带男朋友回来这里住。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。随便，反正我们之前已经说好了，不会有其他的租客。现在突然间有个男人搬进来，我看我没有办法继续租下去了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他。以他的性格，他应该也不会住太久的。只是他跟房东出了一点小问题，临时被赶出来，所以我才会把他带过来的。他跟他房东怎么了？小事而已。总之，他一找到地方就会马上搬走了。那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回房了。晚安。晚安。不错啊，
还有早餐吃。没你的份。不是吧？多个盘而已。哎，你煮的东西也不怎么样啊。你看那鸡蛋煮那么熟都不好吃了，还有火腿本来已经很油了，还要加油，油上加油，高卡路里、高胆固醇。看我表演啊！你弄伤了脚还煮早餐给我吃，太麻烦你了。感动吗？感动。你买了那么多材料，不煮太浪费了。你出食物，我出力，天公地道。谢啦。哇，哇，又有颜值，又有营养，又好吃的早餐来了。2盘，你们是想要撑死我是不是？怕撑啊？那你就选其中1盘来吃就可以了。我可不可以各吃1半？不可以。为什么感觉好像是离婚案子里的小孩一样，只能选爸爸或妈妈？女儿，有那么难选吗？你看爸爸做的早餐，又有营养，又好吃，又健康。你再看看这一盘，哇，那油多到，卡路里多到我都不会算。没关系，想要吃哪一盘就吃哪一盘，我没他这么幼稚。死就死了，最多放工跑多几圈好吧？你干嘛？哎，看你这么可怜，帮一下你啦。批评到一文不值，你还敢吃啊？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呢？吃到这么委屈，拿回去，我自己解决。你们2个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啊？是。OK。哎，你还没走啊？还没。需要载你一程吗？不用了。哪里轮得到你？看不出人家在等专车来接送吗？那我们先走啦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不回公司啊，不坐你的车，我去找那个房东。这样子，你先把钥匙收起来，方便等下回来。哦，谢谢啊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回来。我发现你不正常。我有什么不正常？你一直在戏弄婉安，故意捉弄她。我看他那么小家子气，故意戏弄一下他。据我观察，小时候男同学只会故意捉弄他们喜欢的女同学，譬如拉她的辫子，像你现在这样。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啊？要也是把辫子剪掉啊，拉来拉去那么幼稚。哎，你在婉安面前真的很幼稚啊！我没有骗你的 ，so childish。你不要冤枉我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拜托了你。那他是不是喜欢我呢？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。但是呢，我是一定不会喜欢一个名花有主的人。OK？ 名花有主？你怎么知道？总之，我是飞鸟，他是鱼，大家是不同世界的人，不可能。开门啊！你再不开门，我就报警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居然没有通知我，就把我的行李扔在外面，亏我还给你机会。
是谁给谁机会了？请你马上离开，我不想租给你了。你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贼喊抓贼，请你马上离开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你要我搬走可以啊，把我的押金还给我。放心，我会转账给你。还有啊，你事先没有通知我，再加多1个月的租金作为赔偿金。你想得美，有种去告我吧。你以为我不会啊？我跟你说，不要以为我搬走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！叶小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房东啊，他在浴室里面装了针孔摄像机。我发现了之后，他昨天晚上连夜把我的行李都丢出来。你小心一点，他这个人有问题的。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呀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情你打给我。你一个女孩子，还是不要住在这里了，不安全。哇，老板，你不是去省钱会议了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刚才在回来的路上，看那个女的，她的车的车胎爆了，就帮她换了。你有那么热心？哎，那有没有跟人家拿电话号码？她有给，我没要。切，你少臭美啊！你早上找过那个女房客了吗？找了，也跟她说了，但她好像不当一回事。那怎么办？她如果不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至少她应该可以提高一点警惕吧。老板，什么事？外面有警察。啊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吗？我们找张天亮先生。我就是。张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一起偷窥案。洒着阳光的下一刻，忽然下起大雨了。侧身逃进餐厅，这个没有伞的人，眼前是一片灰蒙蒙，世界好像死去了。在这城市的另一侧，你是否也冒雨着？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？才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，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，却还要继续走。